1915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空前惨烈的第2年。趁德国在欧洲战场分身乏术，日本加紧了在中国的扩张。在此前后，自2次革命失败，孙中山等被迫流亡海外。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。国内政局混乱，人民痛苦不堪，内忧外患再次将中国抛入风雨飘摇之中。大总统，日本公使日之义送来最后通牒，限48小时内答复。最后通牒怎么说？如不在限定时间内接受21条，日本必将采取必要之手段。他想怎么着？日之义说，日本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。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啊！下午军部报告说，日本的海军编队有驶往我东南沿海之迹象。怎么着？他还想来场大战吗？不要搞错了，我是袁世凯，不是李鸿章。日本国内早有舆论，主张日本尽快介入我国长江流域活动。窝囊啊！你没有跟日之义说，不是我袁世凯不同意21条，是民众反抗的厉害。他们把孙中山航星藏在日本，不是也说要尊重民意吗？大总统这招奏效了，日本人同意第5项中各条可以日后商量，但是条约必须马上就签。你们外交部有什么对策？外交部唯大总统命是从。滑头，那就接受日本人的条件吧。这下，孙中山、黄兴他们又要闹事儿了。这些人都跑外面去了，成不了大气候。哦，对了，任天啊，你跟日本人说，字可以签，但第5部分那几条不能同意，这个是底线。我给他脸，他也得给我留个台阶儿。谨遵大总统训示。几号是日本人的最后期限？9号。那就等到9号晚上，再通告日本人。哎，看号外，看号外！今天的号外是要怪大总统袁世凯把祖宗的家业往外卖，这个败家子儿卖，腰杆子不敢直起来，可活人百姓不答应，气都不打一处来。看这位婶儿气得直把号外踩，看这位爷气得戳折手中拐。1915年5月9日，袁世凯下令同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。根据这个条约，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，日本在中国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，日本获得在中国多条铁路建筑权等等。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，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、广州、武汉、
青岛等地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上海码头工人举行罢工，宣布抵制日货。汉口、镇江、汉阳、长沙、福州等地的工人相继举行各种抗议活动，拒不承认21条，嗜血国耻，表现出坚定的反帝立场和强烈的爱国热情。流亡海外的孙中山、黄兴等人呼吁革命者回国导员。你们快来看国内最新的消息！无耻之极，丧心病狂！我们斗争了这么久，得到的却是如此结果，难道我们真的无路可走了吗？哎，此等大事，不是你我能左右得了的。你们别着急，先把饭吃了。国难当头，没心思吃饭。市长与国共患难，这心里怎么还吃得下饭？不吃饭也不行啊！同学们，同胞们，天发杀机，战云四飞，倭族趁机逼我下雨，留日学子极身异域，回望神州，仰天悲愤。既然已经到了国亡人死之际，便再无投鼠忌器之顾虑，我们应该有破釜沉舟之决心。窃国大盗袁世凯恢复帝制，想要当皇帝，中华民国危在旦夕了。卖国贼袁世凯已经签订了21条，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了。同胞们，共和就要死了，青岛就要丢了。同胞们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回国！回国！凭你们还导员，别给国家捣乱了！赵总裁，如今国难当头，共和将死，你们几个在这里阴阳怪气的，你们还是中国人吗？还有没有一点爱国之心？是。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是1天2天了，就凭你们这样能救国吗？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麻木之人，中国才会沦到如此田地。因为我们这个罪名，我们可真担不起啊！若不是那些愚蠢的革命党，非要照搬什么美利坚的共和制度，中国早就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，万不会演变成今天这不伦不类的局面。如今袁世凯力图实行君主立宪，才是真正回归了正轨。这才是中国的救亡之策、富强之本。胡说八道，荒谬至极，荒谬至极！民主共和的思想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，你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？对，没错。究竟是我等开历史倒车，还是你们这些革命党不顾中国国情一意孤行？同学们，同胞们，康有为先生早就说过，革命非一国之善事。法国革命。大乱80年，流血数百万。再者，中国民智未开呀。如此情况下，强行推行共和制度，必将如那水上浮萍，无处生根。张丰仔，你刚才所说的话，实乃荒谬。康有为的话，很多革命先烈早已经驳斥过了。革命固然会流血，但是我想请问你，君主立宪便不会流血了吗？对呀，就是英、奥、德、意，哪一个国家不是经历了多少次的变革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才获得了社会真正的进步？另外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们这个国家民智未开呀，实乃大谬。辛亥革命以来，整个民众的思想早已经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海内外齐声导员这个现象来看，便是铁证。越是在民族危亡之时，就越应该唤起民众的觉悟，振作民族精神。而且，如果要把共和的思想灌输给民众，则必须推翻封建的思想。张丰仔，逆历史潮流者，
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。我们为了爱国，必须要救国。党员，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，更必须要救国。党员，救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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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星源先生，星源先生。同学们好，手上的话有理有据，发自肺腑，慷慨激昂，直指人心，太好了。政府啊，你觉得呢？政府秀，哎，秀，难道是陈独秀？是吧？陈独秀这样知道，他怎么这个样子？难道是陈独秀？香啊！如你所言，是个见识极高的青年。哎，怎么在这儿吃上了？我正好路过，看见他们吵吵闹闹的，谁都不吃饭。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粮食，浪费粮食是可耻的。什么时候你还在这哎，你是陈独秀吗？我是，对啊，他真的是，我是陈独秀。他是。大家请安静，请安静。既然仲甫先生在这儿，我们想请问您，您觉得该如何救这个中国？我倒觉得，这样的国无可救药。你说什么？是说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陈独秀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简直是无耻！无耻！哎，干什么你？过分了啊！仲甫先生，您刚才所说的，真是内心所想？那当然是，不过我是想说，你们看到了吧，同学们，你们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革命党，大革命家。你知道他说过什么话吗？他说亡国无所惜，还说什么亡国为奴，何事可怖？残民之国，爱之也何居？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贼，大汉奸！这边，大家不要动手！听我说，许愿先生，话对大家说，许愿先生，话对大家说，来，大家听我说两句。都过来，来。哎，好了，没人追了，歇会儿。不像陈独先生，就是跟我想象当中的有点不太一样。那你想象应该是什么样？您没事吧？真抱歉，遇着这种情况。没关系，这种场面我见多了。您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我看了，但是有诸多的疑虑和不解，我想跟您请教一下，行吗？我知道，你李大钊是河北人，燕赵都慷慨悲歌之士，认死理儿，但是现在中国就缺认死理的真汉子。问，您说，爱国要有立场，不能打着爱国的旗号，甘愿去当袁世凯的顺民。那按您的意思来说，只要是袁世凯当政，大家就不要爱国了？认死理的汉子，你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爱国要有立场，不能把爱国跟效忠袁世凯混同起来，打着爱国的旗号来掩饰袁世凯的窃国行为。这跟你刚刚的言论不是相符的吗？那袁世凯口口声声说他就代表国家，他是在混淆概念。如果爱国
没有立场，那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来打倒袁世凯。我深以为然。我认为当今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民众真正的爱国心。眼下中国正在被西方列强所瓜分，如果大家都不爱国的话，那这个国家就亡了。首长，我问你，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什么？船坚炮利啊！非也，你说的那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海事。现在列强瓜分中国靠的是借债。中国政府每年向西方各国借的外债，占国库收入的1半以上。一个没有生产力的国家，只能靠以国税、铁路为抵押借债来维持政权。这样的国家有什么指望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倒袁，推翻这个腐朽的统治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。非也。靠政治革命可以救中国，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，靠换人换政府能解决吗？那照您这么说，我们中国岂不是没有出路了？有，但出路不是老路。只有找到一条新路，中国才不会亡。何为路？政权更迭，推翻一个旧王朝，建立一个新王朝，循环往复，这是老路。那何为新路呢？不知道。我正在找。首长，我欣赏你的见识和才华，你愿意跟我一起找吗？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，乃是我李大钊毕生所求。我愿意。好。朱福，哎呀，你们俩都跑到这儿来了呀，让我们这通好找啊！船票，船票拿到了，明天我们就能回国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去了。中福啊，赶在回去之前，可算把首长给见了。哎，也不枉你白担了一回卖国贼的罪名啊！不枉，不枉。见我？是啊。他今天可是专门来见你。自打他在贾营上看了你发表的文章之后，就一直想要见你。不虚此行。收获甚丰，如获至宝。你呀，总是闷在屋子里写文章，还不让我们管，不让我们问，把自己弄得跟个乞丐似的。蓬头垢面的，全身都是虱子，回国不得吓着军骂啊！赶紧回去，剪个头，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澡可以洗，衣服只有1件，没得换。行了，钟福兴，等等。海上风大，保重身体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首长，我今日欠你3个人情，日后你要记得讨要。哪3个？1是帮我脱困，2是借我衣服，第3呢？我蹭你的饭呀。不过我还没吃饱，就把我打跑了。那就接着蹭呗。我请你们吃饭好不好？我们都没吃呢，那我们就跟着蹭。来，师傅兄，这边。中佛都几点了，你也不睡觉啊？那外边有什么可看的？船过山东喽，近乡情切。船过山东喽，心中有气，想骂人，想骂袁世凯。我也想骂这个袁大头。哎呀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就敢把青岛给了日本。哎，你说这厮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袁世凯没有吃错药，是我们这国家无药可治了。怎么讲？你想啊，从道光年林则徐禁鸦片起，整整75年了。这中间有多少人想了多少辙，也没挽救一个大清王朝。孙中山
从西洋引进了共和制，国人也都以为这是一副可以救国富民的良药。谁曾想啊，这共和在外国灵，到了中国它就不灵了。共和3、4年下来，国家反倒不如以前了。既然无药可治，那还是走老路顺当啊。这可不是1个人、2个人的想法，白沙。可不是嘛？你说，现在梁士仪这一帮人啊，到处串联，上蹿下跳，就连杨虎公、严几道也为虎作伥，瞎起哄，不可理喻。杨度、严复，那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；而那个梁士仪一伙，则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。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，叫李义廉。李义廉，什么意思啊？李义廉，无耻啊！无耻之极，无耻之尤。好个李义廉！中府思想真奇呀！白沙，惭愧啊！10多年了，我陈独秀先学康梁，后随中山，致力政治革命，东奔西走，九死一生，光日本就去了5次，结果到现在不还是一事无成吗？中国的事情，光靠政治革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追根溯源，要换思路了。你有什么新思想？新思想不敢说，我这次回国打定主意了，20年不谈政治。不谈政治，你想干什么呀？脱胎换骨，换人，换脑子。不早了，你赶快睡觉吧啊！中府，都几点了啊？你还坐那干嘛呀？那外边黑漆麻糊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睡觉，把灯关了啊！看得见。吾辈学生，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。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，宜识出其优美之文学，高尚之思潮，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。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，宜识出其战身之思考，施以精巧之应用，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。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力，苟克持之，以诚意，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。基于良知，一念之微靡，则曹沫学儒，勾践复仇，会有其事。傅乃兄，我说你可真行啊，东西背的可真全。这麻将啊，我最爱玩了。我也爱玩。凤仔兄，您真是英明神武啊！竟然给大伙儿搞到了2等舱的船票。你说我们要在4等舱跟那些穷哈哈在一起，那多没意思啊！是吗？啊，这都不算什么。王二叔说了，袁世凯要当了皇帝，他可就是大内总管。各位回国以后帮忙多做点宣传，将来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的。没问题呀。我说风仔兄，哥几个可为了袁世凯，这出国留学的名额都不要了。怎么着，你得跟二叔念叨念叨不是？哎，我说，你们是不是都有这个疑惑呀？那啊，好，那我就帮你们来解解惑。王二叔说，只要事儿成了，让咱们都去北大上学，那我们可就前途无量了。太好了，北大呀！我就等你这句了。
哎，仲甫，人家给你让路，你怎么不理人家呀？你这太不近人情了。此人是谁啊？这是大名鼎鼎的同盟会元老，湘豫联军的第3军军长邹永成将军，你得给人道个歉。我素来对官僚政客不感兴趣。你看你这人。 白沙先生好，邹将军好，仲甫先生。邹将军可不是一般的官员。民国2年，宋教仁被杀，邹将军深感共和国将成为泡影，留绝命诗一首，愤然跳进黄浦江自杀。轰轰革命10余年，驱逐胡虏卓祖编，不料猿猴金道出，共和成梦我归天，多么浩气磅礴呀！哪里，在下无能啊。投黄浦江，自杀。 未遂啊！的确是未遂，幸得渔民救起。若是如此，我倒觉得你是个糊涂人。革命者怎能轻生自杀？我陈独秀此生绝不会做自绝于革命的蠢事。仲甫，邹将军，抱歉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 仲甫，仲甫，你太霸道了！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没准哪一天我也会像屈原一样投江自尽的。你到时候也来嘲笑我吗？对不起，白沙，我心情不好，失态了，请原谅。 君曼可写了，年纪轻轻就得了痨病，延年、乔年的2个逆子不在家弑母，最近也跑到上海去了。可怜他，既是姨妈又是继母，生病又没钱，一家5、6口，我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生活。你呀，这治家的方式也值得商榷。听说你坚持不给延年、乔年2兄弟生活费。 让他们勤工俭学，自己养活自己。小小年纪，哪吃得了这样的苦啊？为什么吃不了这个苦？有钱也不给。况且我没钱。小心啊，哥！ 哪有愁来唱曲子儿？哎呦，女有愁来哭鼻子儿。哎呦，有什么事来唱。哎！ 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可太了了！满地撒豆子，你这磨洋工啊，能干就干，不能给我滚蛋！打死你！让你磨洋工，让你磨洋工！还打人干嘛？别动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凭什么打人啊？没事吧？凭什么？凭这我说了算。哎，怎么又是你这小子啊？是不是想踢他矮辫子了？给我滚蛋！ 他腿本来就有伤，东西掉地上走了，捡起来不就行了吗？伤关我屁事儿，耽误了工期你负责。那你也不能打人啊！我就打了怎么样？啊，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？别动手！干什么？想招牌是吧？想招牌是吧？你小子挺仗义啊！行，我今天就让你管一次事，老贾的活你来干，你们都别撒谎啊！谁出头谁干。来。 我干，还有我，做我一个，做我一个，就你俩出头，你俩干，来，别废话了，来，好，别了，散散，看什么看？散了，放个面，没事，干回来，坐这儿。好，
来。愣什么你？把豆子给我捡干净，稍捡一粒我弄死。快点儿，快点！哥，不行了，你快放下，别伤着腰啊！不是，我裤腰带断了。啊？那这，你腿并上，别动弹啊！抽腿，把鞋穿上，鞋也不穿了啊！松手，下手！过来，过来了！放开我！不能这样！过来！这是干什么呀？放手！放开我！你们把手松开！你们干什么？不能这样！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过来了！واضح كون غلط عليه. 放开我！站起来！等等！别干了呀！这个呢？お前狙わせてやる。ここで全裸するか、それとも海に飛び込むか。我们船票被偷了才到甲板上来的，别动手了吧！放开！了吧！ 捕まえてませんよ。海です。ここは日本の領海です。ここは日本の船です。乗船券を持ってなければ必ず購入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だから誤解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我々は規則に従い検察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たが、あの二人は乗船券を持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したがって彼らはチケットを買う必要が。啊，你放过这两位青年，船票我来付。 那了吧，这狗的我来ます。不行，你们几个要向这两个中国年轻人道歉。これは日本の船であり、我々は公務中だ。貴様らに謝る道理はない。いい加減にしろ！打人是执行公务吗？侮辱妇女是执行公务吗？脱女人衣服是执行公务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日本人滥用职权，肆意辱骂我们中国人，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侮辱。这里是公海，这是一件足以引起国际纠纷的大事情，你们非要把这件事闹得不可收拾吗？ 道歉！道歉！道歉！わかりました。仕方がない。謝りなさい。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。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。 过来，你上！我赢！这就赢了？赢什么了呀？啊，对不起3个字就玩笑了，这算赢吗？啊，接着打呗，回来接着打！哎，说什么呢？还是什么你？看到自己同胞受欺负，不出手相助，反而在旁边说风凉话，你们还是中国人吗？还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？哟。 您知道羞耻啊？在这儿逞能算什么本事呀？有能耐到欧洲打仗去啊，把八国联军给灭了，就是那才叫本事。你干什么干什么？中国人打中国人啊！来来来，让外国人好好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。来来来，中国人欺负中国人了！别吵，跟我回去啊！
走，都回去，都回去。别生气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！让一下。哎，刚才一下跪脚，踩着我牌了。什么牌啊？117，好像是吧？你这眼神也不行啊，是1点。常玩。哎，怎么把牌扔了？同胞受辱，就远没有比你们打麻将重要，是吧？这个打麻将有啥关系？扔我牌干嘛？他们逃票很有理的呀！啊！国之所以不昌，在于民智未开也。哎，打麻将跟国昌不昌、民开不开有什么关系？扔我麻将干嘛？你们还不嫌丢人呢？我们中国人在这自己吵架，让外国人给看笑话。所有人回船舱去，马上！钟母先生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永成将军，我为了之前对你的失礼，正式向你道歉。来，您是一条汉子，惭愧。谢谢几位先生。哎，这位先生，那个船票钱我们一定会尽快还给您的。不用啊！大家都是中国人，帮助是应该的。谢谢。钟府先生，您不计昨日之前出手相助，新刚谢谢您。哪来的昨日之前呀？您忘了，在早稻田的时候，我吐了您一口。没忘又如何？吐完你吐我一口痰，是你的血性。今日我们打这一架是我们的血性，但是仅凭血性，这架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其中的道理，你懂吗？新刚愿听先生教诲。好，那我们去个船舱里面聊聊吧。永成将军，请走。来，少年。行，这回不怕它掉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们班什么好吃啊？我也要吃。姨妈，姨妈，哎，年年瞧你，菜好难吃。怎么了，思美？不吃这个了，姨妈给你们带了包子，刚出锅的，吃包子。姨妈，我们不吃。姨妈也不是外人，有什么不能吃的？你吃吧。谢谢姨妈。哦，我给你们带了鸡蛋汤。
出锅的。嗯，谢谢姨妈。年年，来吃包子。姨妈，这也是拿钱买的，看着不好看，吃起来挺香的。嗯，贺年呢？哦，他不太舒服，我让邻居帮忙看着了。年年巧年，姨妈这么多次来劝你们，你们总是犟着不肯跟我回家。现在你们爸爸要回来了，跟姨妈回家吧。我们是不会回去的，我们跟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。可你们这样在外边打工，实在是太苦了，连口热的都吃不上。跟我回去，好歹能吃上口热的，好吧？姨妈，您就别劝了，我们就是要靠自己，这是我们的原则。子美，哥哥们得去干活了，这回就不陪你玩了，下回啊，走吧。嗯，姨妈再见。嗯。哎，等会儿，来，把包子都拿上，都拿上。哥哥答应你的，一定做到。